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我们主要的话题呢，会聊的是最近 Gemini 终于来到了我们马来西亚也可以使用的 Gemini in Chrome，所以我具体会跟大家分享到底 Gemini in Chrome 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会等待这个产品这么久了。但是呢，在我们开始今天正式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的一个学到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这个观点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可以外包你的思考，但是你不能够外包你的理解。这个是主要在讲的东西是关于 AI 的啦，就是在 AI 这个时代呢，很多时候，比如说像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会发现到，哎呦，今天又要做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很麻烦，能不能够让 AI 直接帮我代工，让 AI 直接帮我完成？所以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发现到，其实你是可以让 AI 去帮你做的，包括像我们前几集一直在讲 AI agent，其实有很多情况下有很多任务都是可以让 AI 直接帮你去进行的。但是到了最后一个审核结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其实你还是需要用你的头脑，用你的脑力，消耗你的精神，去看到底 AI 做出来的成品是什么样子，然后最后去把这个工作给完成。所以我就发现到，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的确你是可以外包你的思考给 AI，就是让 AI 去帮你做很多事情，帮你处理很多东西，甚至帮你整理资讯，甚至帮你做你不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最后呢，在理解这个部分，或者是在学习这个部分，或者是在结果这个部分呢，还是需要你自己本身去执行的。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我自己体验下来这几个月，在跟 AI 一起工作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我发现到，其实我现在主要最消耗我精力的是我的头脑，或者是我的脑力，或者是我的头脑的一个能量。所以在这几个月下来呢，我发现到我跟 AI 一起工作这个时间呢，我发现到我的这个工作的节奏的确是变得很快，然后我可以做的东西也变得很多。但是它最主要在消耗的是我头脑的一个能量，或者是我头脑有的一些资源，或者是我今天的脑容量到哪里。如果我今天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差，或者是我的思考非常的缓慢，那我就会发现到我整体的输出还是会很慢。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就会一直感受到一个东西，就是 AI 已经把东西都做完了，AI 已经完整的做到今天一天该做到的事情了，但是我没有，因为我没有办法把它审核，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审核，我也不能够直接交给客户或者直接交给我的团队，所以就变成是很多的结果最后都卡在我自己身上，我就发现到我自己才是那个瓶颈，就是我才是那个影响到 AI 输出，或者是我才是影响到整体效率的那个根源。所以最后你就发现到，其实，在 AI 时代呢，看似每个人可以做的更多的东西，但其实这个东西是不一定的。就是你感觉他可以做更多的东西，那只是因为那是 AI 帮他做的。但是如果今天他没有去审核，他其实做出来的那个东西，很可能他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在学习这部分也是这样子，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诶，在 AI 时代了，其实学习应该要变得很快。像我自己也会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就是其实学习是可以变得很快的，因为在 AI 这个时代，你要找任何的资讯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其实学习应该会变成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了。但是我最近有了这样子的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想法，我会觉得其实学习的那个本质并没有变得比较轻松，因为最后你还是需要透过你自己本人的一些心思，你必须花一些努力去了解到底这个东西在讲什么，去了解怎么样转化为你自己的知识，转化为你自己的智慧，转化为你自己能够理解、自己能够学到一个东西。这个过程它并没有因为 AI 而减短，AI 只是给了你更多方式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还是必须消耗自己的脑容量去做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它的差别就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在 AI 时代，其实你看似每个人都走得很快，但是呢，我觉得要追上还是有这个机会的，因为最后还是取决于你有没有那个真正想要学习的那个心。我觉得人跟人最大的差别就是，如果你一失去了这个终身学习的这个想法，你会觉得啊，有了 AI 之后，我不用再做这些思考，或者是我不用再做这些以前我要做的工作了，现在全部交给 AI 来做。如果你都是保持着这样子很轻松，或者是我可以不再需要学习的一个心态在面对这个世界的话，你就会发现到你其实距离被淘汰是非常非常的接近了。所以我觉得保持终身学习才是能够持续的在 AI 这个时代持续的成长，持续的探索更多新的好玩的事情，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根源。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心得。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呢，主要是在分享 Gemini in Chrome终于到了亚洲国家，就是现在终于开放给亚洲国家可以去使用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我真的是等了很久。那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其实之前已经看过我弟弟在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工具，然后他有简单的示范给我看，就是到底这个工具可以做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但是呢，我那时候是完全没办法使用的，所以我其实是真的是一直在等待这个功能出现，然后甚至在 Gemini in Chrome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呢，我尝试去寻找其他的有没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 AI browser 能够做到
类似的一个功能，因为我发现到那个最基本的改变就是一个浏览器的旁边加上一个 AI 助手，你能够做的事情很多，你能够做的事情变得更有效率，同时间那个使用互联网的体验会非常的友善，会非常的丝滑，而且整个的工作会变得非常的有趣，所以这个是我一直很期待的一个功能。那其实 Gemini 也是在好几个月前就已经宣布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功能，但是呢，就是一直不能够使用，它一直不开放亚洲国家，只开放给美国国家，所以这一次终于开放到了亚洲国家，我肯定是第一个时间就会去使用的。而且哦，其实大家知道一个事情，就是我其实已经大概有4到5年是没有使用 Google Chrome 在我的主要的工作的电脑上面了，就是我会觉得 Google Chrome 有很多东西都是很差劲的，比如说它看起来是一个没有任何 AI 功能的一个浏览器，这是第一个东西。第二个东西是它非常的消耗资源，尤其是非常消耗 memory 的资源，所以总是会让你的电脑变得很卡。因为它会消耗很大量的一些电脑的运算的资源，所以这个就是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在使用 Chrome 的原因。当然，我使用了很多其他的产品，比如说 Arc，比如说像我最近用的比较多的是 Comet， 因为我觉得 Comet 是在 Gemini in Chrome 出现之前最靠近这个的东西，所以我一直都是在使用 Comet， 然后在旁边调出了 Perplexity 的这个助手，帮我去做到类似现在 Gemini in Chrome 可以做到的一个功能。当然，如果只从功能上来讲，它们其实是各有各的强项啦。就是 Comet 的强项是它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模型，所以实际上它可以做到的东西可能会更多，因为每一个模型强的地方有一点不一样。但是 Gemini in Chrome 我觉得是更加纯粹，而且更加符合谷歌生态的一个产品。那我自己本身其实用了很多很多的谷歌的产品，所以我会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原生的一个 AI 助手，肯定是使用起来更好的。那具体来说，到底 Gemini in Chrome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样子的一个工具。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具备上下文感知的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工具呢，是一个实时的一个助手，它实时的在你的浏览器旁边跟着你一起工作，或者是跟着你一起看着你现在看着的画面。那这个上下文感知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你不再需要把你的资讯 copy paste 给 AI， 它才能够看懂。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大的差别。你可以感觉到，就是你今天打开任何的页面呢，你的这个助手呢，它都能够看到这些画面。所以当你在讲某一样事情的时候呢，它都能够知道哦，你在讲的是这个。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能我先用这 Google Sheet， 我在edit 这一些东西，或者是调整一些数字。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在旁边直接调开我的这个助手，然后我直接问这个助手，这个号码加上这个号码会符合马来西亚的法律吗？我能够这样子很直接的问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然后 AI 呢知道我现在在问的是因为他看着我的 Google Sheet， 他知道我问的是关于这一个数字，所以呢他会给我更加准确的一个答案。如果是一般上我们在使用的 Gemini 也好，或者是 ChatGPT 也好，或者是 Claude 也好，如果你是去到它的网站或者是去到它的 App 那边去使用呢，你会发现到有一个东西，就是你不需要不断的 copy paste， 你需要不断的把你在网络上面看到的资讯 copy paste 去那里问他，他解答了之后呢，可能你再回到你的网页继续浏览。但是现在有这样子一个助手，它就能够让你减少了这个切换软体的这个麻烦，你现在开始都能够变得很直接，很自然的直接向 AI 去询问你的一些意见或者你的一些想法，让它直接给你一些帮助，让它直接给你一些你需要的一个资讯和一个答案，所以呢整个使用的体验就会变得更加的好。我觉得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感受上的一个落差。那这个 Gemini in Chrome 这个功能呢，它是免费的，也就是跟 Gemini 一样，就是如果你一般人去使用 Gemini 也是免费的，实际上也不需要安装，只要把 Google Chrome 更新到了最新的版本，就会看到这个 Gemini in Chrome 的这个功能就会出现了。它就像是一个旁边的一个助理，当你打开它之后呢，它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聊天的界面出现在你的浏览器的右手边，它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它主要是在调用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订阅的方案，比如说我现在是可能 Gemini 的 subscriber， 那我其实能够使用到的模型，我能够做到的事情可能就更多，比如说我用它来生图，或者是我用它来做更多的复杂的思考，那它能够给到我的这个 limit 就会比一般的更高。那如果你今天是使用免费的版本，你还是完全能够使用，但就可能在本来 Gemini 有的一些 limit， 你还是会遇到这样子同样的一个 limit。那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就是到底 Gemini in Chrome 呢，它有什么样一些独特的一些功能，或者是我觉得非常好用的一些功能。首先是我觉得在细节上面的一些选择，这个是目前为止我在 Comment 上面甚至都没有感受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选择到底要看哪一个 tab。
就是一般上的预设就是，我看着这个网页，我也能够让 AI 去看着这个网页嘛，所以它能够看到这个网页里面的东西，然后给我一些答案嘛。但同时间呢，你是能够主动的去选择它要看多少个网页。比如说，你现在开了很多个 tab，每个 tab 都是在讲着都是不同的手机的评测好了，那你能够同时间呢，让你的 AI 一次过看到，比如说这5到6个 tab，然后它就能够直接根据这5到6个 tab 总结出一些资讯给你。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在你阅读上面或者是在你获取资讯方面会变得更加轻松，因为你可能不需要看5、6个网站，它会直接帮你整合成一些重要的资讯。你看了重要的大纲之后，可能你能够比之前更快的消化完这5到6个网站的一些资讯。像这样子的一个细节，我就觉得是设计的非常好。那同时间呢，对于 Chat 这边呢，你也是有很多的一些选择，比如说你可能是5到6个 tab 都是在聊着关于手机评测嘛，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到你想要问另外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也能够切换成新的一个 Chat，或者是之前一些其他的一些聊天的这些记录，你都能够从这一个旁边的界面直接把它调出来。所以，比如说你可能之前在问这 AI 某一个东西，现在你突然间在看到这个浏览器的一个新闻，你想要继续问的时候呢，你也不再需要切换回 Gemini 的 App， 你直接可以在它的旁边切换成之前的一些聊天记录，直接开始继续的问。那因为你是切换了聊天记录的方式，所以呢，它能够看到你之前跟他聊了什么东西，你们是能够接着聊下去的。然后这个体验，当你切换回 Gemini 的 App 的时候呢，它也是持续的在聊下去的。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无缝连接，我就觉得是设计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再来一个功能呢，是 Google Workspace 的一些联动。当然，就是如果你在使用很多 Google 的产品呢，那这一个 AI 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助手。比如说，你能够在可能看着某个网页，或者是可能看着我的 WhatsApp 信息的时候呢，我让它把 WhatsApp 的信息变成一个 email。如果我用的是 Gmail 的话，我甚至能够直接发送这样子的一个 email，或者是我能够在我的浏览器打开我的网页版的 WhatsApp，然后呢，我直接在我的右手边的 Gemini in Chrome 呢，直接让我这个 AI 直接帮我根据 WhatsApp 里面的信息，直接变成一个Google Calendar 上面的一个 appointment， 就是我能够做到这样子感觉非常智能的一个操作，就是我不再需要切换2个地方，重新的是比对，到底是几点到几点我要跟他安排这样子的一个 meeting， 我能够让 AI 的方式去帮我做这件事情。尤其如果你是 Google 家的一些产品，像我刚才提到的 Gmail、Google Calendar， 它是直接能够帮你去执行的，已经不只是帮你去写好那个信息，你要自己再 copy paste， 它是直接帮你create 好这样子的一个 event， 或者是写好这样子的一个 email， 这些都是它非常强大在跟 Google Workspace 联动的一个地方。所以整体来说，你就会发现到你的体验会更加的好。那还有一些其他 Gemini 很强的功能，比如说 Nano Banana。今天我们想要生成图片，我能够在不 copy paste 给它任何的资讯的情况下面呢，直接让它看到我现在我的这个浏览器里面出现什么样的资讯，我直接在旁边告诉它，我要生成一个类似根据这个资讯生成某一个图表，我要根据这些资讯生成某一张照片，或者是比如说你开着 Pinterest 的一些网站，你在看着你觉得你想要的客厅是这样子，你直接告诉 AI， 我要把这个客厅的这张图片呢，加入一个新的不同的一个沙发，我想要看一下我买的这个沙发呢，它出现在这客厅里面的样子会是什么样子的。你能够做到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如果你使用 Gemini 网页版的话呢，你需要自己手动的下载很多图片，把这些图片 upload 去到这个 Gemini， 最后才能够完成的事情。但是现在呢，它就能够非常丝滑的在你旁边跟你一起运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用下来最喜欢的一个功能，整体的体验就是这样子，就是实际上它能够做的东西，我觉得没有比之前更多。Gemini 能够做到的东西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但是呢，因为它出现在浏览器，而我们现在绝大部分在用的都是浏览器，至少我在使用很多的工具，其实都能够用浏览器开到，包括 Canva， 包括 WhatsApp， 包括其他使用的订阅服务，其实大部分都可以在浏览器开到。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 AI 能够直接看到这个浏览器里面的一些资讯，能够看到我的软体，能够看到我的订阅服务的一些资讯呢，它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变得更加的多，而且整体的效率、整体的使用体验就会变得更加的好。那我这边再分享我在使用 Gemini in Chrome 最好用的3个使用场景。它第一个使用场景呢，就是拿来看 YouTube。就是我发现到，当我今天是进入学习模式，就是我想要从 YouTube 学习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是会看很多 AI 的 podcast， 很多 AI 的一些人的采访，或者是我在透过 YouTube 学习一些新的知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 AI 助手它在旁边能够看到完整的看到这个 video，加上呢
Gemini 和 YouTube 是完整的联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能够做的东西就是我直接能够让我的这个 Gemini 帮我总结这个影片的一些逐字稿，或者是这个影片的一些时间线的记录，或者是这个影片在讲什么样的一个重点，而且它可能使用的是中文的，就是比如说今天我在看这一个 AI 大神的一个采访，我同时间右边就会有我完整的一个中文注解，那在看着这个中文注解，我就能够知道他今天讲的这个段落大概是关于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它对于我理解整个影片，它对于我学习的体验就会变得更加的好。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用的一个使用场景，就是用 Gemini in Chrome 和你一起看 YouTube。那第二个场景呢，也是回到学习的部分，那它更多的是帮你整理网络上面资讯，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可以让它比对可能5到6个网站，同时间给我一个资讯，比如说好像我每次会研究的东西是，我今天想要某一个工具，或者我想要某一个类型的网络服务，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会看了所有竞争对手的一些页面，我都会打开他们的网站去比对，这个东西我 subscribe 是$20，这个东西我 subscribe 要$100，那到底差别是什么？它的使用量的差别是什么？它能够符合我现在的需求吗？我有这样子一个独特的一个需求，这些工具都能够使用到吗？综合起来，哪一个的更加的便宜，哪一个更加适合我呢？之前的做法就是我会把我看到的这些网站，我要确保 AI 都有看到这些网站，它才回答嘛，所以我就会把这些网址一个一个的抄到我的 Gemini 里面去，我就会一个一个 copy paste 给他，我就告诉他这边有5个网站，我要你读完5个网站之后再回答我这些问题。但是现在这整个流程就会变得更加简单，我就是把这5个网站都打开，我直接在旁边的 Gemini in Chrome， 我直接告诉他，我直接点选我要看到这5个页面，我直接问他。所以比较起来，请帮我做一个 comparison 的 table， 就是帮我做一个列表，我想要比较他们的价格的差别，还有就是他们能够提供的服务的选择是什么，还有在这个情况下面，你觉得哪一个更加适合我？我能够用这样子一个购买的一个建议，或者是我能够去做一些产品的一些比较，或者是我能够做一些更加多的整理资讯的这个步骤呢，都能够更加方便的在 Gemini in Chrome 去完成这个东西。那最后一个功能呢，我觉得目前为止还没有到非常的完善，但我相信在未来这个东西会持续变得更加的好。它叫做 Auto Browse， 也就是帮你自动的去做浏览，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让它自己去打开网站，帮你去做 research， 帮你去看你需要的，比如说你需要买很多不同的一些网络的购物，它能够直接去帮你选这些产品，直接帮你打开网站去做比价，这些东西就是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想象，但目前为止可以感觉到 AI 还是有很多的局限，比如说它直接帮你填好这个 Google Form，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持续的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好。就是当 AI 的这个 agent 的能力变得更加强的时候呢，你就能够体验到一个更加丝滑的一个体验。它目前为止这个功能是已经完全开放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我觉得它的目前为止的瓶颈还是很多，或是它能够做到的局限还是比较多一点。但是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在未来，当谷歌的 AI 的模型变得更强之后呢，这个东西就会完整的改善。所以我现在觉得它先把这个功能先准备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这个就是 Gemini in Chrome 的一些使用心得。那我其实还有一个更加主要的原因，我会换回 Google Chrome 呢，是因为它最近同时间也更新了另外一个功能，叫做 Vertical Tab， 也就是说呢，你开了很多不同的网页嘛，在不同的 Tab 嘛。一般上的做法，像Google Chrome 的话，它就是很劣势的，就是每一个页面都是在它的右边或者左边。但是呢，我其实更加喜欢的是像 Arc， 就是如果大家听过这样子的一个 browser 的话，就会知道它的排列式是直下的，就是所有的网页是这样子往直排下来的。那这样子做的好处就是我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到我现在开着的 tab 有什么，我能够很快的看到，我能够很快的切换到我需要的网页。同时间呢，大家一定经常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今天你的 tab 开了很多个之后，你的上面的那个会变得很小，你就会看不到底现在有开着什么样的网页。但是直下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它就会有一个文字这样子叙述嘛，所以你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到现在你开了20个、30个、40-50个，你都能够很清楚的看到现在有哪一个 tab， 你能够很快速的切换到那个 tab。所以我觉得 Vertical Tab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然后呢 Chrome 一直以来都没有支援，我也是不明白为什么。就是是我一直以来觉得用的最好的，但是因为它少了 AI 的功能，那我也试了其他的 browser 很多，比如说 Atlas， 比如说DR， 比如说Comet， 但是最后我发现到还是 Gemini in Chrome 是最直觉的，主要就是这2个功能是它把最简单的这个 Vertical Tab 这个功能给加上了，所以现在开始我能够做到我本来最需要的这个功能，同时间加上有了这个 Gemini in Chrome， 让我感觉到我现在整个使用体验变得非常的丝滑，同时间我又是有在订阅 Gemini 的服务的，所以它就会变成是我使用起来最满意的一个 browser 的一个体验。
那最后呢，我来做一个总结，就是其实之前大家都一直在聊的一个东西，就是大家想让 Google 跳起舞来嘛，就是之前 Microsoft 一直想要做的东西，就是我利用跟 ChatGPT 合作这个优势，我要让 Google 感受到威胁，我要去抢占 Google 的市占率。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 browser 呢，他们都想要掀起一波就是 AI browser 的这波不一样的一个潮流，就是告诉大家，现在已经进入 AI 年代了，你使用浏览器的方式也应该去更换。所以他们不断的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理念，让大家从 Google Chrome 换到其他的浏览器去体验更多的一些 AI 的一些可能性。但是我发现到最后呢，站得最稳的竟然还是 Google Chrome。你就会发现到，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力还是在于它的生态的强大，加上 Google Chrome 真的是太过简单使用，或者是它真的已经把这个市占率给完整的抢下来了。所以即使是像我这样子一个非常喜欢 AI 功能的一个人呢，当我去使用了这么多不同的浏览器之后呢，我发现到最后，只要 Google Chrome 更新了这个 Gemini 的功能，我就会立刻回到 Google Chrome 去使用。就是这个世界还是那么的现实，或者是最后呢，这个王者还是稳稳的坐在自己的王座上面。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可能要继续颠覆 Google Chrome 会变得非常非常困难。你能够想到的功能，现在 Google Chrome 都能够加上去。当然，它做的非常的缓慢，它都是比对手晚了个1-2年才推出，它都是等待这个东西更加成熟，它在进行下一步的进展。但是呢，只要这个大象开始跳起舞来，只要这个大象开始苏醒，你就会发现到，它只需要持续的保持稳定，持续的慢慢的更新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功能，它的地位就是会变得非常难撼动。即使你曾经有机会能够撼动它，比如说像之前 Perplexity 在做的事情，它一开始就是想要颠覆 Google Search 嘛，所以它拥有自己的一个 Search 的模式。后来它又有自己的浏览器，因为它知道 Google Chrome 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也开发了 Comet 自己的浏览器，就是想要颠覆 Google Chrome 的这个体验。但是呢，即使我是一个 Perplexity 的用户呢，到最后我还是选择回到了 Google Chrome。我觉得这一个就是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人能够撼动 Google 的这个地位。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